在新加坡，有超过7000部电动扶梯在各大商场、地铁站等公共场所运行。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其中潜在的安全隐患。今年1月30号到2月24号期间，不到1个月，本地就发生了4起涉及12岁以下儿童的电动扶梯事故。陈桥一家6口前往鱼尾狮公园游玩时，9岁的儿子在富利敦1号地下停车场搭电动扶梯时发生意外，右脚背和脚拇指被夹伤撕裂，伤口缝了40针。从停车场到那个地面的这个扶梯，我中间就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我的二儿子他就是回头想跟我说话，但是他转身的时候，他的那个拖鞋碰到了这个滚梯侧面的金属壁，然后一下子就被夹进去了。就是整个事情发生的非常快，然后我就赶快叫我说：“爸爸，你把他拉出来，拉出来！”然后爸爸就一把把他pull out，把他拉出来。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脚就已经是受伤了，然后我因为站在他们的后面几级台阶，然后我就眼看着那个拖鞋继续被吸到那个滚梯的那个缝里面，然后一直到他整个break 掉，然后一半那个鞋子弹飞出来，然后另外一半还继续夹在里面，然后但是整个滚梯都没有停。其实我自己蛮注重我孩子的这个安全，然后包括他们上扶梯，我都会跟他们说尽量不要动，然后不要摔下来。但是我从来没有 aware 就是这个右边会是一个危险源。我们现在选那个拖鞋一定会选那种硬的，就是比如说它底下有那个很硬的木板的，就是如果你鞋子很硬，就不那么容易被夹进去。而且千万不要觉得就是穿了sneaker 就没有事情了。小朋友如果是穿 sneaker 被夹住了以后，比我们那个拖鞋还要惨，因为拖鞋我还可以把它拉出来，可是他们穿 sneaker 的那个真的是牢牢的被夹进去。就算是小朋友穿的 sneaker 也不能放松警惕。OK， 所以我们今天在 United Square 我们要做的是这2架 escalator。吴仁杰是新加坡一家电梯承包公司的副经理，负责电梯的安装和维修工作。为什么穿拖鞋更容易被卷入电动扶梯？他给出了这样的见解：当我们穿拖鞋或者比较 soft material 的鞋子的时候，发生事故的几率会比较高。那是因为当电动扶梯在运行的时候，其实扶梯是会产生一些 heat 的，在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 friction。发热加上摩擦力，让软塑料材质的鞋更贴合电梯的表面。一旦卷入缝隙，很可能被压扁或变形。这个 safety brush 的功用呢，其实是为了要防止我们的脚太靠近那个裙板，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这个 safety brush 的功用其实是用来擦鞋子的，其实它不是用来擦鞋子的。新加坡建设局早前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表示，过去3年，当局每年平均接获771起电动扶梯相关事故通报。本地每天平均发生2起电动扶梯意外，其中约40%涉及60岁以上年长者，1成与12岁及以下孩童有关。在几种情况下，儿童会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几率会比较高。第一就是当他们在电动扶梯上跑动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跌倒的这个几率。第二就是当他们站在梯级的时候，他们可能站得过于靠近梯级的边缘，因为梯级跟裙板的那个缝隙其实只有大概3厘米到4厘米之间，所以当他们太靠近的时候，不管你穿什么样的鞋子，都会被卷进去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了。吴仁杰指出，电动扶梯由钢铁制成，而且梯边锋利，儿童如果在扶梯上反方向跑动，容易发生意外。到达扶梯出口时，如果因为分心或贪玩没有及时跨步，也可能出现绊倒的风险。可以在新加坡的电动扶梯上呢，我们的出入口我们都会有这个 safety 的 poster， 然后是告诉我们使用电动扶梯的正确使用方式。然后呢，在扶梯的上下侧呢，都会有这个 emergency stop button， 就是这个紧急按钮。当你有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按下去，然后扶梯就会停止运作了。新加坡的规定是每个月必须维修1次。然后呢，每年我们也会有一个 independent 的一个工程师来检验电动扶梯的一些 safety 的一些 devices。
来自建设局机电工程署的陈勤杰表示，高达97%的意外事故与使用者行为有关。电动扶梯其实有很多安全的设备，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使用者必须注意安全。尤其是家长带着孩子们乘搭电动扶梯时，必须紧握扶手，而且确保孩子们不要在电动扶梯上玩耍。为了提升公众，尤其是家长和孩子对电动扶梯安全的意识，建设局近年来与多个相关部门合作，举办宣导活动，保障扶梯运行安全。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电动扶梯的智能化发展也备受关注。其实我们都很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因为科技不断的进步。我们了解其他的国家小规模的使用人工智能来检测一些不妥当的行为，所以我们会和业界一起探讨这个新的科技，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引进来新加坡。除此之外，我们的法令和一些标准也是不断的在更新，所以希望这些能够提高自动扶梯的安全性。